闲话日本，我是果威，欢迎大家。我们这一期和上一期都是在讲日本医生的收入。上一期呢，主要讲日本医生收入的一些周边的事情。那说到最后呢，有一个日本各科室医生的排行榜，因为时间关系没有公布。这一期我们书接前文，来看看到底什么科的医生更赚钱。那在说日本医生收入之前呢，我们先大概科普一下普通的日本人挣多少钱。日本经济产业省给出了2019年全日本国民的平均收入是441万日元，折合成人民币30万左右。就是说去年在日本如果工作的话，没有挣到30万人民币，就给日本人民拖后腿了。那么谈到各个年龄段的收入呢，日本有大概一个这样的考核标准，比如说20多岁的人，平均下来一个月就是挣20多万，合人民币1万多，不到2万。那到30多岁呢，因为日本的工资一般都是年年涨，到30多岁的时候，一般就可以挣到30多万日元，2万多不到3万，一直这么推下去，到60岁的时候，差不多挣个50、60万，然后就退休了。以此类推，比如说一个40多岁的人，按说应该一个月挣到40多万日元，合人民币2万多，小3万吧。那如果他没挣到呢，那证明他的收入是低于平均标准的。这是一个大概其衡量一个人在日本工作混得好不好的标准。那么接下来我们再看看日本的医生挣多少钱。各科室医生收入排行榜第5名，麻醉科医生。一个日本的麻醉科医生平均每个月的工资是82.7万日元，折合成人民币5.8万人民币。这一个麻醉科医生一辈子总共的收入可以挣到5.3亿日元，总共可以领到这么多工资，折合成人民币呢3700万。麻醉科医生很重要在一台手术里边，如果说这个主刀的主治医生是负责攻的话，那麻醉科负责守。一台成功的手术一定是一个攻守平衡的结果，所以麻醉科的地位不言而喻。而且从排行榜上来看的话，这个麻醉科的收入甚至于高于那个主刀的外科医生。在日本，外科医生的平均收入是81万日元，比麻醉科医生要稍微的低一些。而且在日本拿到一个麻醉科认定医的牌照也是一个漫长的过程，短的也需要大概10年的时间。所以这种人才的供应相对的短缺，导致了他的工资会相对来说高一些。好，说完第5名，那我们现在说第4名。第4名呢，其实是2个科室并列的，内科和眼科。既然是并列的，那他们的平均收入肯定都是一样的，平均一个月可以挣到90万日元，折合人民币6.3万人民币。他们一生的总收入差不多有5.8亿日元和4000万人民币。咱们一个个说先说内科。内科的医生真的可以算是需求量最大的医生了，他不用动刀就可以把人治好。这个岗位他亲民首先你看中国古代什么李时珍孙思邈这都算是内科的医生。一般来说呢，内科医生都过得不错，名利双收，还能出版个自己的著作，流传千古什么的。相对来说外科就差一点了，比如说华佗是吧，在东汉末年居然要给曹操做开颅手术，这到现在都是高风险的手术，结果怎么办？被干掉了，惨死狱中咱们回到正题，内科医生因为他需求大，所以呢收入也就相应的高一些。那眼科医生为什么收入也高呢？因为眼睛首先它是人体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器官。我们说一个人也许会失去了语言能力，他也许失去了听力，但是对他的生活质量肯定是有损失了，但是还好没有质的变化。但是如果这个人没有眼睛呢，失去了视力，这个人的生活质量就没有什么质量可以说了。所以面对这样一个重要的器官，对眼科医生的要求很高，而且他在操作过程中是不能出差错的。在日本，成为一个合格的眼科医生有着近乎苛刻的要求，他的成才比率比刚才说的麻醉科医生还要低很多。那么成为日本眼科医学会认定的眼科医生都需要什么条件呢？我给您念叨念叨
有这么几个条件：第一，他必须医学部毕业，医学专业；第二，必须顺利拿到医生牌照，这个可能大家都有了，所有的医生。那么接着听，第三，在眼科专门医的认定机构里边工作时间超过5年；第四，他要出席过100次以上的眼科的手术或者案例研讨会；第五，发表过眼科的专业论文1篇以上；第六，在眼科学会做报告、做演讲要超过2次。还没说完，还有第7个条件，要加入日本眼科学会4年以上。有了这7个条件全部满足了之后，才可以参加考试。考试通过了，才是一个认证的眼科医生，才可以实际的去接触病人。所以呢，这么苛刻的条件，收入高一些也很正常了。好，再接下来我们说第3名，精神科医生。平均一个日本的精神科医生的平均工资94万日元，折合人民币6万6千。一生啊，总计可以拿到6亿日元的工资，和人民币4200万。精神科医生啊，不光挣得多，而且真的是一个大权在握的医种。怎么这么说呢？一个精神科的认定，可以让一个患者强制的去住院，强制的被隔离或者关禁闭。日本的警察，你还得通过法律去跟那些律师去较了半天劲，才可以做到的事情。一个精神科医生写一个诊断报告，就把这事儿给办了，因为他可以认定一个人是精神病嘛。但是啊，风光的背后，其实精神科的医生也是一个非常艰苦的行业。因为什么呢？可以想象一下，这个医生整天面对的是什么人？自闭症、抑郁症、酒精依存症等等吧，全都是这种心理方面的疾病，真的叫杀敌1000，自损800。每一天呀，接触这些患者，其实对精神科医生的心理是一个不小的负担。那除了这些以外呢，他还要像其他的医生全面的掌握各种医术医理之外，因为他的治疗主要是通过药物，所以精神科医生对于药理学也必须非常的擅长。这就需要他不懈的努力，才能够成为一个合格的医生。那么这种艰辛的付出和这种日常的辛劳，导致了干的人不是很多，所以收入也会相对比较好一些。说完第3名，我们接下来说第2名，妇产科医生。平均啊，一个月工资130万日元，折合人民币9万1。一个妇产科医生的总收入，工资总收入是8.3亿日元，折合成人民币5800万。别的科的医生啊，一般来说潜在患者是全人类，你不管是内科、外科、精神科什么，任何一个人都有可能成为这个医生的病人。但是妇产科医生呢，一下砍一半，只有女性才有可能。人数虽然砍了一半，但是他管的范围可广多了。女性相关的怀孕、生产、不孕、月经不调、经期不调、生殖器疾病、传染病等等等等，全都要妇产科医生的努力。治疗方法呢，除了药物治疗之外，他还得会外科手术，还有心理辅导等等，也是多种多样。同时呢，还要考虑到女性在怀孕时期的体质特征，女性在非常时期的身体的状况，她在选择治疗方法的时候，既要有疗效，还要安全。再有就是成为一个日本妇产科学会的认定医的时间，也是一个非常漫长、非常艰辛的过程。再加上日本是一个少子化的国家，所以啊，这些大环境都导致了愿意成为一个妇产科的医生，尤其是男医生，越来越少。那也间接的提升了现有医生的收入水平。接下来我们的榜单就来到了第1名，大家认为是什么科呢？美容整形外科医生，平均每个月的工资140万日元，折合成人民币将近10万。医生的总收入超过9亿日元，折合成人民币6300万。说完了前几名，其实您大概心里也有个数，到底什么样的医生他的收入水平会高？第一，一定是供不应求，要不然就是供应的少，就是想成为这个科的医生人数少，要不就是需求量大，像内科医生那样什么样的人都需要他。
第二一个呢，对医生的技术要求多，什么内科、外科、药理、沟通等等吧，18般武艺，说学逗唱什么的都得会。第三呢，对医生的技术要求高，这个工作要很精细，不能出错。这3个条件全部具备，而且集大成的，应该就是美容整形外科医生了。您可以想想那个美容整形外科的项目啊，什么双眼皮儿、抽脂、瘦脸、瘦身等等，从上到下，从里到外，全是他们的治疗范围，而且还不能出错。除了这些之外呢，一个合格的美容整形外科医生还必须要求有对美的理解和认识。前面这些技术的部分呀，可能还可以通过努力的学习、后天的努力练习来实现。那对于美的理解和认识，那可能真的需要先天的天赋，外加后天的修养，所以不是什么医生都适合做的。再加上美容整形外科医院更多的都是承接非医保、非医疗保险的项目，既然不能走医保，他们医院的收入一定会比其他的科都要高一些。那么医院整体的收入高了的话，美容整形外科医生的收入自然也会比其他科更高一些。这就是他待在榜单第1位的原因了吧。好了，说完了我们的榜单，再做一个补充说明。我们刚才公布的这些数字主要来自于日本厚生劳动省、日本医师会、日本医师的内网沟通群等等渠道。当然了，可能不是很全面，但是应该是一个相对比较客观的数字。这些数字呢，只是一个日本医生的平均收入，肯定有比这个数字高很多的医生，也肯定有拿不到这些数字的医生。在这个行业里和其他行业也是一样，好的医生是无价的。好吧，今天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